Hello，大家好。那我们这一期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延续上次的那个 COT 控制啊。那 COT 控制它的控制速度以及它的响应延迟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既然是要说它的响应速度以及响应延迟，对吧？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跟传统的定频控制做一个比较。但这边是简单的说明哦，因为 COT 其实它本身的原理上是变频的。那我们在前面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 ，COT 它是可以做到定频的。当然，定频的意思就是它的那个导通时间呢是可变的。但变完呢，就是目的是为了让它的那个最后的开关频率又回到一个范围内。它是一个定频的方式，但是它在动态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变频的。好，这边就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假设我有一个负载，那我突然在这一个时间点，滑鼠的这个时间点呢，突然把它加载，从无载突然变到满载，这是最极端的变化，对不对？无载到满载。这时候我们先看传统的方法，传统方法是下面这个。那我输出电压突然加满载，它开始往下掉，然后呢，它的duty 呢，因为它是 cycle by cycle 控制的，就是一周后才能再控制一次，所以这一周的 duty 已经打出去了，它必须等到什么？等到下一次的 duty 它才能再打开。那打开之后，它的 duty 是增加的，那因为它发现电压掉嘛，它就增加了。那电压有回来一点了，它又减少，然后呢稳定的时候呢，它又恢复到最小，然后又接下来就开始稳定。所以呢如果是定频的方式呢，它的 duty cycle 是会增加的在这个漏圈巡的时候。那它的频率呢？它开关频率呢是不变的，因为这是定频嘛。那它不能就是说它的那个 response 呢，它是必须等到它的下一个周期它才可以做反应，因为这是定频方式 cycle by cycle 的限制，一周只能改变一次 duty， 所以它必须等到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总体来说，它的响应速度最大的限制就会来自于它的什么 delay。它的每一个周期才能控制一次的 delay， 所以它的最大 delay 时间事实上就是 T clock， 其实就是一个P 单周期的 delay 时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OT， 当它同样的瞬间加上满载的时候因为它的 on time 是不变的，瞬间 on time 是不变的。那当它发现电压掉下去的时候呢，它会就把 off time 缩到最小，所以会有一个叫做 T off 的 minima， 就是最小的 off time 时间就会被启动。那最小的 off time 时间被启动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它的它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是导通时间加 off time 的时间嘛 ，on 跟 off 的时间加起来就是它的导通频率开关频率。所以它的开关频率呢会瞬间的上升，来应付这个low transition， 就是瞬间加载的一个测试。所以它的频率呢是突然会上升的，然后上升之后呢，它的 duty 就不会再改变，所以它在这一段时间瞬间上升之后呢，又定频下来。但是对于前面的频率来说，它是变频的但在这一段时间内它的那个频率都是固定的，是达到一个最高值。那因为我频率上升了，我的这个 delay 时间来自于哪里？我每一次的 delay 时间事实上就是我 T off minima， 所以它的 response 的 delay 时间呢，就是它的那个 T off 的 minima 的时间。那对比于我们前面的这个定频方式那就差多了。定频是一个 P 单周期只能打一次，那这个COT 呢，它是可以在一个 P 单周期里面打了很多次。那到底几次？那当然几次就是这个 off time 的时间最小是多长的，所以你可以查一下它的那个 data sheet， 如果你有特定的 IC 的话，它会有一个 T off minima 的时间。事实上这个时间很重要，这个时间就是你的最高的频率，在这个时候最高频率，当它的负载慢慢恢复的时候它都是呈现线性的，你就看它的这一段期间都是定频的。然后呢定 duty 这个频率是固定的这种方式呢，定频方式呢，它是改 duty 的。好，那当然慢慢恢复到电压恢复到它那个预设的那个最低值的时候，它就马上又恢复它的 off time 的那个时间，所以它又恢复那个原来的频率，所以它的频率变化是从正常频率突然变到最高频，然后再回到正常频率，它的响应非常快。那
有人就会问啊，有朋友就会问，那 COT 跟定频方式到底差多少？其实有时候答案没有办法绝对。比如说我的固定频率我是1 mega， 那你的 COT 呢是从200K 变1 mega， 那事实上两个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吧？所以我们要比较是说，它原本上的一个先天上的差别，就是一个可以瞬间变频来改变它的响应速度，一个不行。所以到底谁快？如果两个一开始都是切 200K， 那当然是 COT 快。好，那如果一开始是你 COT 200K， 然后这个定频是1 mega， 那你 COT 也只跳到1 mega， 那它当然差别就不大。那还是有一些些微差异，但差别就不大。所以呢，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我通常还是喜欢以比较层面的角度来看。那你说有绝对答案嘛？其实很难有绝对答案，因为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嘛。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在这个瞬间加载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滑鼠看到这个位置，它往下滑再回去，这一段期间呢，它的 minima of time 是被启动的，然后它的那个开关频率呢是上升的，而且通常是上升到最高。那总体的响应的 delay 时间呢是 t of minima。那所以也就是说，开关频率越高反应速度就会越快。等到输出到稳定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那开关频率就会恢复到它的一个它的预设频率的范围那个预设频率的范围。那说到这有朋友就问，那你到底是从哪里看到一些这个 COT 的一些参考文件事实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科是我一开始在学的时候看过一次，觉得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去看MIC 28514，那它的一些参考文件会有一些告诉你很多的计算的过程，以及哪些参数要怎么计算出来。那我用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之前在做的时候人的偷懒嘛，找一个最简单的，那这个还蛮泛用的你看它输入电压是 4.5 到75伏，非常的大。那它的那个输出内建，因为它内建开关了，而且它还达到5安培，所以很多的应用都可以直接套用。甚至它的输出范围调整可以从 0.6 调到32伏，那这个就真的是在应用上在我个人的应用上就会非常的泛用。那它的开关频率呢，可以从 270K 调到 800K， 那听清楚，我是说调到 800K， 所以并不是它平常那个会一直在那边变频是你可以调一个频率，那这样就比较方便，就是透过这边的调整那调整的原理我们在前面影片有说过了，那它用的原理是一样的。那调完之后，它就会尽量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做那个一定的那个控制。当然，遇上了负载变动大的时候，它还是会快速变频去响应它的这个结果。然后等到稳态的时候呢，它又恢复到你所设定的这个频率范围。然后为了节省空间，它把这个 bootstrap 的diode也放进去了。然后它的 soft start 时间可调。那也可以调它那个 current limit 那最重要，当初我用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那个 package 特别的小VQFN 这一颗非常的小。那这边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那它还有另外产生一个是 power good 的，如果你想要通知后面电源开起来没有，这边一个 power good 的讯号可以参考，以及它也支援外部的 VDD 这样的一个电压角这是它的效率曲线图。那这个效率曲线图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跟它的输出电压是有一些影响的这边给大家看。那当然输出电压越高，它的压降比就会越低，那它的效率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感觉一下大概是电压变高的时候效率好呢，还是输出电压变低的时候效率好。有时候自己看一看，然后对这样的问题做一点分析那在学习上会比较对自己有帮助用背的是意义不大的事情。OK， 今天这个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